知足这张牌出现的时候，给我一种感觉，聚焦在拥有的事情上面。虽然柯南很喜欢讲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实际上每个人眼中的真相都不一样。你的提议遭受了拒绝，你吓坏了。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吗？刚刚我真的要去接受每一刻，好或不好，或者是什么都没有。嗨，大家好，我是凤凰。嗨，大家好，我是大宝。嗨，大家好，我是炯炯。大家好，我是麋鹿。还有我们今天的俊老师。君老师好。嗨，大家好。对，我们今天要拍摄是一个我跟大宝很喜欢的一个灵性桌游，叫做蜕变游戏。那其实是我去年第一次玩这个蜕变游戏之后，我就惊为天人，觉得这东西有太多的觉察、看见在这游戏里面，我觉得太好玩了。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想拍这个企划，然后找专业的教练来带领我们。那我们请俊老师介绍一下什么是蜕变游戏。蜕变游戏就是一个桌游啦，很多人都会跟他用那个大富翁比拟，但他探索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在了。刚开始只有在苏格兰的芬活这个地方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所以它发展出其实它有不同的版本。它就是后来发展到大家都很喜欢，所以大家就希望都能够在家里玩。就是家用版是最简化的版本，那今天玩的是教练版。那有什么不一样？主要是这个游戏版它可以玩1到6个人，其实教练版可以玩到3天啊，更多天。教练版就是会有真人，也就是今天就是我，就是有教练的意思。对，就是有一个受训的教练。那这个受训的教练在这个培训课程之中，会去要学习，又刚刚讲的那个分活地方的这个生活哲学啦，里面的核心精神啊，这个教练要能够在游戏的过程之中带给大家这个精神。那它有点像是模拟我们人生的游戏嘛，所以每次游戏之前会定一个游戏主题。那遇到不同的情况，我们就会做一些讨论啊、思考啊，然后也许在这个游戏的当中，你就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知道说，关于我这个课题，我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去做选择，或者是采取什么样有觉知的行动来突破目前的困境。不过在这个开始之前，我们要先做一个开场调频。好，那我们来讨论游戏主题吧。好的，就是我一直有颞颌关节的问题，然后前几年比较严重的时候，我还需要去看医生，要带着咬合板才可以睡觉。最近如果工作或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睡着的时候还是咬住的，所以早上醒来就会觉得哇，就超级酸，然后一直在想，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可能潜意识里面还没有去释放的那些紧张跟焦虑，然后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游戏来帮助我有更多的觉察，这样子。你觉得如果你整体都能够放松的话，会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你会变比较好笑，就像你喝醉的时候一样啊。他如果真的完全放松的状况，他就不会有偶包。对，他会变乱源。他会变成全场最混乱的那个人。对。然后你想呢？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想要就是一个更放松，对，更没有偶包的状态。所以如果你用我想要作为开头来定这个主题的句子的话，你觉得你想要的状态是什么？我想要过着更柔软且放松的生活吧。现在可以跟其他人确认，他们是可以从凤凰开始。对，你就问他说，你是否理解并支持我的游戏主题？凤凰有支持我的游戏主题哦，我觉得很支持。麋鹿有理解并支持我的游戏主题吗？支持。请问炯有理解并支持我的游戏主题吗？你喜欢就好。还有哪位要换我好了。对，我赚了很多钱，然后我也拼命的玩乐，给自己有很高的物质享受那样的生活。可是实际上我去，比方讲我上个月我就去纽西兰，我就过了1个月没有工作。然后我发现我其实更喜欢那样的生活，但是那样的生活的代价就是收入会低很多，然后我可能就只能过一般人的那样子的消费的日子，那样子快乐许多。可是我感觉好像更喜欢后者。可是回到台湾之后，我又不能确定了，到底要可能每个月赚个10万，然后过得其实还不错的生活，还是每个月赚3股10万，但是有一点辛苦，有一点累，而且很多阿杂的事情，而且心理压力也很大。我想要厘清，那我现在至少我现在这个阶段，我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的问题比较像是我要累一点赚多一点，还是轻然后以后松一点赚少一点？我会有一个100分的结局，还是现在我就干脆躺平，然后我一路上都是过一个80分、70分的生活。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奇妙的若 P 则 Q， 好像在你的思考里面好像是这样子，但是我不觉得若 P 一定会 Q 这样子。因为它就是2-3年，对啊然，后现阶段可以，所以我只想知道我现阶段最喜欢的事情。两位也跟他确认一下吧。理解吗？我理解。我也理解你的主题，我也支持。好，来下一位。好，我想找到我理想的爱情状态，还是适合，还是想要，我不确定，因为我觉得这3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不一样。但刚刚在听大宝跟囧在分享之后，我心中突然有一个词汇，它叫创造。我可不可以去创造某一种情感的状态，是真的在这世界上没有出现过，或者我自己也没想过的那种新的叙述或定义的？对啊，因为我不知道，对啊，先开放先。对啊，凤凰可以理解支持我吗？可以啊，可以，谢谢，不客气。就可以理解支持我，支持，对，谢谢。好，大宝可以理解且支持，所以你的句子是什么？创造出新的感情状态，找到幸福快乐的人生。好的，好的，叫我想要的主题是，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很真正的在休息，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中需要很多的留白。那如果可以达成这样的状态，你觉得接下来人生会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我的呼吸一直都很短跟急促，对，但是可以真正的大口的深呼吸，然后把胸膛都整个充满的那一种，这个是在身体上面的表现。那精神上面的表现就是我的脑袋转速可以再更慢一点，然后可以让更多的灵感有更多的空隙进到我的生命里面。那达成这样子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这样会觉得很轻松、很轻盈，然后好像更接近所谓的源头或什么。所以如果一样用一个句子先总结一下你刚刚讲的。我想要透过游戏去探索的是，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休息。大宝，我的主题是理解啊，理解，我理解，我支持，谢谢。囧，你可以理解跟支持我的主题。支持理解，谢谢。那米露，你可以支持理解我的主题。让我理解也支持。谢谢你。准备好的话，邀请大家眼睛闭上。有人有调整的吗？有，我好像真正的问题是我会一直追求好，所以才会导致我没有办法休息跟留白。所以休息跟留白好像只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提醒我不追求好。所以我要更改我的主题。然后我想写在这张上面，就是我想要不追求好。好，来，其他人呢？然后在刚刚的冥想之后，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我想要创造爱，然后我想成为爱。好，因为我觉得我创造出来之后，我自己也可以成为那个样子。这是我真正想到。好，其实我内心追求的应该是我现在想要确定自己想要和喜欢的生活样貌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决定是我想要过着轻松自在，未来不会感到后悔的生活。那大宝有吗？有。因为我原本的句子是我想要过一个放松且柔软的生活，但是冥想之后，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好像内在的安全感还不够，所以才会时刻觉得有危险，所以身体才会紧绷。所以我在想的是要怎么样可以从内去自己提供自己更足够的安全感。等一下我们要开始装潜意识信封，装的方法就是先把主题放在心里面，然后掷骰子。当然今天在玩游戏的时候，每次掷骰子都把主题放在心里面。第一次掷出的点数拿天使卡，第二次拿灵感卡，第三次拿障碍卡。等一下我们要选择一个团体的守护天使，
他会像一个顾问或导师来支持我们今天整场的游戏。那因为它是属于所有人的，所以等一下，在过程之中我会帮大家抽出来。那一样我会带一个调频，然后带调频的时候中间就会抽出来，所以邀请大家将眼睛闭上。那我们再次安静下来。刚刚调频的时候有想到什么吗？我会感觉到的有点像是念头太多，需要就是 purify， 需要去把它沉淀，就很像水里面有杂质，但是一阵子如果都可以安稳的等待的话，那个杂质就会沉淀下来，水就会再一次的变得很干净。觉得这个进化天使跟大家的主题其实都还蛮相关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看他怎么样在过程中陪伴我们。现在大家的旗子都在本源，那等一下我们在本源移动，如果走到天使格，你们就会出生了，空白格就暂时不出生。好，可以掷骰子。出生了，好快！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大家。抽一张，这个是你的守护天使，可以把真相，真相。刚刚调频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感觉想跟我们分享吗？有一个讯息告诉我说，你其实一直都知道你在找的是什么，但它被太多现实的限制给包裹住了。所以当把这些东西一层一层拆开，里面就是真相。其他人有没有什么要跟麋鹿分享？就是看到这个字，我有个感慨。虽然柯南很喜欢讲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实际上每个人眼中的真相都不一样。是，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多面性的东西。你心里面所想的一个东西，也许跟别人看起来的东西也是不一定一样的。对。但他在我这边，他可能就是我的真相。对，没错。我觉得刚刚在主题讨论的时候，其实就是有点像你刚刚在描述的。那如果你可以找到这个爱里对你而言你定义的本质，你可能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创造跟成为爱。哎呀，又出生了这一张天使和谐。和谐，你看它有那种大中小3个天使，我觉得人很多，很棒。可是你的帮手。对，我需要很多的帮手。熊在设定的主题的时候啊，因为是平跟选择嘛，那他可能不用选，他就能达成一种和谐。就是要找到一个方法去达成 P 跟 Q 之间的那个。这3个其实是合唱团，所以我觉得和谐就是无论你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各种的频率，它可以有高低有低音，但是它唱起来它是个和音，它是和谐。那当然合唱团有不同的人嘛，那也许是人跟人之间，如果是需要帮手，那就会有一个大家怎么样取得一个更和谐的合作状态的，可能就是你。4。我现在运用我的自由意愿抽一张天使卡。幽默，幽默，幽默。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说：“你想得太严肃了，不用那么认真，想要让别人听懂你在想什么，可以用一些好玩有趣的方式去叙述你想讲，那就不会那么沉重，变成一件开心的事情。”那因为你做了自由意愿，所以现在要抽一张宇宙回应卡。现在要不损失3枚觉知代币，要不从游戏板上抽出一张人生障碍。你的提议遭到了拒绝，你吓坏了，取得2枚眼泪代币。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吗？刚刚那边很多啊。刚刚发生了一个厨房的事件，以及声音、味道的影响。我尝试想要帮情况达到一个平衡，提出解决方案，但被拒绝。那你觉得刚刚这个情况之中最令你痛苦的是什么？想要
满足大家的需要，但找不到最好的方法。好，所以这个情况也会发生在生活其他的面向上。会啊，我觉得想要照顾好身边人是一种爱，没有错。所以我会尽力想要做到这件事情。但也许我该认知，大家的需求不一定每一个方面都可以被照顾到。那我觉得我跟以前的改变是，以前这会对我是一种更大的压力，但我现在会更勇于跟大家去沟通协调，跟请别人来帮助我解决这件事。我散发出旺盛的个性，获得3枚觉知代币：舞蹈觉知、满意觉知跟决心觉知。你觉得这3个有没有其中几个跟旺盛有关？跟满意有关吧，因为旺盛这2个字就是感觉，就是不匮乏，好像还在生长的那种感觉。人生中，我觉得我自己会获得很大的满足跟快乐的一点，就是我要不断的向上成长。那你觉得最近有没有做一件事情是你感觉到自己很旺盛？我会觉得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但是其实它好像跟旺盛又有差距有点大，就是我丢了家里一大堆东西。那所以你觉得丢东西跟旺盛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你看我的生活空间，如果它变得更有条理，或者说它更简洁的话，我的工作效率就会提升。我想到了这件事情啊，果然就是跟和谐跟去做平衡有关。要1或3就会出生。哦，出生了。来，信封可以抽一张天使卡来作为你的守护天使。知足 （contentment）。知足天使。好，我们要来欢迎知足天使啦。我觉得我的没有安全感，好像是来自于我没有知道，其实我已经足够有安全感了。对，而是那个没有看见足够，才会让我以为我不够，我匮乏，我缺乏，我没有。对，所以好像只是一个视角的转换而已。以前，例如说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们都会说留学生因为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会一直去超市，然后买很多东西囤在我们的那个厨房跟冰箱里。那只是一种安全感而已。我会知道我随时都有足够的粮食可以过日子。我比较好奇，如果你刚刚做了一个想法的转换嘛，那所以你意识到自己其实有足够的安全感了吗？我觉得知足这张牌出现的时候，给我一种感觉是让我的注意力会更聚焦在就是当下在面对或者是拥有的事情上面。那例如说你具足了什么或拥有了什么呢？你觉得此刻？我有很棒的伴侣，我有很舒服的住所，然后我有很健康的家人，然后我有很善良又很有志一同的伙伴们、同事们，然后又有很好的运气。也许常常去看到自己content 了什么，拥有了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就会比较安定稳定了。因为它上面的图是一个天使跪着，然后再看一个花丛，我脑中会浮现一个画面，有点像是眼前所及，其实就足够生活，或者不需要一直去往外找，或者是一定要到达哪一个比方这样子。对我来说，好像有这种感受。对啊，这个刚刚你讲的其实也是一个提供自己的一个方式，一个行动。其实你可以有意识的去练习这一点。一步了，出生了。哦，接受。好，来，我们来迎接接受天使吧。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就是我一直没有出生嘛。然后，如果以一个录制影片或者是一个游戏玩盘来说，这其实会严重的 delay 很多的进度也好或什么。然后我的胃就开始有点紧，就是大家在玩盘过程中，我自己有自己的你知道
一点内心小世界。对对对，跟自己在做一个抗衡。然后我就出生了，然后我就看到了接受天使来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直要提醒我，就是我真的要去接受每一刻都有好或不好，或者是什么都没有，好像是这样。那也呼应到我的主题，就是我能不能够不要一直追求一个很完美或好，或者是一个结果这样子。有时候可能一直不出声，也是一个结果啊，对不对？就是刚好对应到，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其实蜕变游戏我觉得很好玩的是，不是从拿到多少卡片，或者是卡片某个字才来告诉我学到了什么，它真的就是一个在模拟人生的一个情况。好像蜕变游戏就是想要先让你实际，我们现在就来练习吧，就是慢下来，然后没有在胃痛的时刻看看我是不是要让它胃痛呢，还是我可以练习一个新的心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很喜欢蜕变游戏的部分啊，它在潜移默化之中其实都是在给我们真的有一些实际上的练习，而不是只是头脑很多想法而已。哎呦，一点灵感人生方格，对，我散发出开放的个性，获得3枚觉知代币，效率、言语和超脱。你觉得这3个跟开放有什么关系吗？超脱的部分可能跟开放有关吧，不管是我对生活的向往也好，还是我的行动准则也好，我应该不要被某一个世人告诉我怎么样，或是一些传统的价值观所束缚。如果我够超脱的话，也许我在一个小地方、小城市里，但是只要那个环境是我尚可接受的，那我就会过100分的生活。如果你的主题具体化的话，它会是什么形式？就是我如果要做一个决定的话嘛，现在应该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比方讲写文章，我会有很多想要写的主题，但是我做的决定会是，那我就可能会写一个我不那么喜欢的主题，这是因为大家爱看。对，我会去思考，那大家爱看能到达是什么？那这样子就是我流量就会高，然后我就可以接业配，然后我就可以赚钱，然后我赚钱就可以过我理想的生活，就是我会想这是我要达成的一个目的。但是是不是我可以超脱出来，是不要去想后面那么多的事情，而是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对，因为我想写这个东西一定有我自己的原因。出生的第一步。2，灵感。信任并跟随每日的直觉来采取行动，获得4枚觉知代币。好的，这句话你想到什么呢？我感觉上是要更信任直觉嘛，所以是要把脑袋的那一些自言自语、唠唠叨叨的东西，可以稍微不那么注意。讲得非常的保守，不那么注意。对，最近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你实际上，例如说，可能是某个时刻你做到了信任并跟随每日的直觉。因为我是一个大家族的小孩，然后前几天我们家有一个大型的聚会，大约有41个人，然后我的姑姑她是主揪，所以她就要求就是要我爸爸记得排位置，然后呢，我爸爸听到这个指令之后，就打电话过来叫我记得排位置，因为我手上真的还有事情要忙，我就先去忙我的。结果过了半小时，我堂哥突然间排完了所有人的41个人的位置，然后传了一个表单给我。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我堂哥会排了41个人的位置，而且就是真的排得很缜密，就是包含例如说小朋友如果都坐一桌，那一桌可能菜就会吃不完，所以小朋友跟某一些爸妈要坐在一起。然后有一些是纯喝酒桌，然后有些嫂嫂桌，然后想说，哇，这个排得很好，就算我真的停下来排，我可能也排不了这么好。那所以你觉得你从这个例子学到什么？就好像不用每一件事情都要我来处理啊，而且我来处理也处理不到后来像我哥哥嫂嫂们处理的那么好，
对啊，所以下次如果有类似又让你很紧张的情况，你会怎么做？我也许可以不用在紧张的时候当下回应，我可以先观察一下会怎么发展。要是每次只要我紧张我就马上回应，那我好像就会越来越去承担那个做事情的这个责任，然后大家就越来越习惯这件事情就是要我做，就是好像反正丢给大宝他就会很紧张，然后他就马上处理。对，然后有4个觉知代笔：阳光、沙滩、示范、是有点显尊重、潜能。有没有其中哪几个跟你刚刚在讲的有关？阳光我会想到就是我不要对于我不处理好像就会有很阴郁的一些想象，对，可以更阳光的去想象，可以还是会有好的结果吧之类的吧。以后可以试着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做。对好对对对，把这个行动带到生活中。好，还可以把骰子交给凤凰，加油！你的第一步，5，奇迹人生方格。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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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哇，一出生就奇迹耶，不得了，不得了！好的，我的奇迹时刻来了，是吧？对，那因为现在没有眼泪，所以我们不清眼泪。来分享祝福，我祝福麋鹿信赖跟投入，然后我祝福囧新生跟贡献，然后祝福大宝接触跟实用。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奇迹扩散到地球上，所以分享我们的觉知化为祝福。好，那我想要祝福所有人，不论是物质还是心灵层面，都是富裕的。我想要祝福想要爱也想要被爱的人们呢，可以采取更多的实际的行动，也乐意给予别人自己的爱，信任自己身边的人。想要祝福这个地球上有这个更多新生的生命，然后他们能够不要沉溺于3C， 多多运动。除运动之外，也可以跳跳舞蹈，就是给他们给我们一个健康快乐的下一代。下一代，连下一代真都出的想到未来了，来，你想很远。希望台湾人可以活出更多样貌的生活样态，可以有更多不同的示范出现，而不是只有一种样板的样貌。然后对于每一个人的生命旅程都可以有给予尊重，然后去开发自己未知的潜能。啊，好棒！好的，来，所以等一下要开始创造奇迹啦。哦，我们先看一下，那你觉得什么是奇迹呢？我觉得什么是奇迹哦？我觉得心想事成就是奇迹。如果在你的主题上心想事成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应该要能够理解每一个人的心想事成的那个成都不是我所想象的样子。我可能会对每一个成会有一个自己的想象，可是我的成不代表你的成，不代表你的成，不代表你的成。所以如果把心想事成这样子的奇迹带进我的主题里的话，那就是我要去接受每一个人的心想事成都是他自己，而不是我的。很棒哎，真的很有智慧。那我可以就是让3位玩家都可以决定他是要走一格还是抽一张信封里的卡片，可以这样吗？好，这次是你奇迹的定义。我的奇迹的定义。好，那麋鹿，你想要抽什么卡片呢？天使卡，需要大家放松天使。放松，像是今天所有人的主题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其实放到每一位玩家，大家都很需要，也很想要，也很期待嘛。在这边放松生活选择，放松这个释放焦虑不安全感，就是找到生活的空档。然后我做这个其实也很需要放松，所以我觉得像是一个非常善良温柔的提醒。这个可以对应你刚遇到的障碍啦，就放松提议遭到拒绝这件事，你也可以放松。好的，像大宝的例子也是给你很好的提醒，对不对？就是如果在很紧张的状况，可能先不做回应，也许
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棒的方法。来，那我们就换囧喽。你想要抽一张灵感卡？值最高点数者得此卡。我乐意感谢并信任他人。灵感。然后就你了。来，这个句子你会想到什么呢？乐意感谢并信任他人哦。其实我是不信任我的父母的，可是我还是要感谢。这两个词在我身上的经历目前还是分开的，因为其实我也只有去怀抱着感谢的心，才不至于说当我在触及家人这个议题的时候，心里有那么多郁闷的情感。我总是会想，好歹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好歹他们还值得我感谢。好歹，好歹。听起来比较像一张障碍卡。你因为你的冷漠而受到阻碍，取得2枚眼泪代币。你觉得冷漠是熟悉的吗？不熟悉，因为我很不敢冷漠，因为我常常会觉得不反应、不回应，会让自己的评价变不好。对，例如说，假设有粉丝看到我想要跟我照相，可是我那天已经忙了一天，然后我只有一个臭脸的时候，但我如果没有手，我就说哎呀，马上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我就会得到一个坏评价，所以我其实不太敢这样做，或是我妈或我爸或我朋友说要我马上处理一件事，我如果不处理的话，我就会得到一个坏评价，就是一直回应他们，一直扮演一个满足他们需求的角色，这件事情其实很耗能的，所以会让我累。有那么多种人，所以我不可能也很能够有足够的确认感，知道他要什么，然后我是可以给的，所以就会一直在那个不安全感当中。对啊，所以我觉得刚刚你讲的这一觉知到的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其实你这个不停的把自己那个 on 的一个模式，其实是让你耗能，然后让你没有安全感。对，所以可能要去觉知到这个事，可以的话一样想一下，那你可以怎么做？来念一下你的。我觉得很有趣哎，你腾出时间让身体好好休息与更新。那你打算最近可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设定一个时间的休息对我来说可能有帮助，就是比如说我从现在假设1点到3点我就开飞航，然后就不管任何手机的讯息。如果你做了会有什么？我觉得我做了好像就可以从更接近我想要的主题，就是不追求好这件事情，可能会更迈向这个主题一点点。我们今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一整天就是我们的蜕变之旅。我觉得我今天还是必须要讲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有点太夸张，可以讲吗？可以讲哈。好，我们今天早上拍的那个场地呢的另外一个房客，他原本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的，对，但是他出现在那个地方了，而且他还说我今天晚上要宴客20个人耶，办一个派对。他怎么会在那呢？房东？我也不清楚，而且还在那边做饭，对，做饭，然后都切菜，然后牛肉，整间房子都闻得到那个味道。对，然后那个租客也是一个外国人，那身为房东很尽责的沟通，但他又有他的坚持跟他的理想。然后米露就会来来回回的，就是比如说过来说，大宝，那如果他先只是切菜，然后小火的炖汤，这样子可以拍吗？大宝就说，可是我觉得这样有味道，我这样会不太专业，好像不太好。那我就，那我再处理一下。然后我就去旁边处理了一下。然后他就再回来，他说，那如果1点半以后他弄完，然后他可以先离开一下，然后这样可以吗？米露啊，如果今天我知道有人在这边煮饭，我就不会租这个场地了。好，我明白。那你再等我一下。然后中间还有 call out，就是伙伴对1000过来救兵，然后我就感受到1000就是带着非常多的解决事情的能量，然后快速的冲过来，这样子。我觉得有一种成果发表，然后那一天突然红台梯的那种感觉，屋顶还破了水，还漏进来之类的。对，差不多是那种感觉。然后我们还要在镜头前面假装没有那些红胎。哦，你知道这多难吗？然后说巨老师，我真的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让你来到这个地方变成这个样子，旁边有一个外国人在生气，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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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就回到我今天的主题啊，我想要不追求好。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在学习，让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个它本来应该要有的样貌。蜕变游戏它就是模拟人生啊，那现在就是直接就是安排了这些环节嘛。它是一个非常强调要把行动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以刚刚就是直接就开始。所以这个情境你具体怎么做，你就是我就是看着，然后信任大家都有能力解决现在遇到的问题。那所以这样子看着的经验过后，有得到什么启发吗？我觉得原来可能这就是留白的真谛。留白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就是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很空的状态去应对每一个事情，甚至是尽量不去做任何的反应跟回馈。我好像就是比较退到后面，我不会用抽离，但是相对来说是退在后面去观察整个状态。那大宝的体验是什么？还是你可以缓缓再回答。我们先来访问总，在这个游戏里面，你有什么样的看见，或者是你觉得蜕变游戏，你今天的想法或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我表面上是对事业的调整，但实际上是我要怎么样未来不后悔。然后所以后来把这个灵感卡全部翻出来的时候，剩下的2张灵感卡都跟爱跟关系有关，所以我才发现说，所以所谓的工作跟生活平衡，实际上是你要花时间心力，或是要冒一些风险，去把你的资源分配给跟别人的关系，就是不管是家人还是自己的伴侣，还是未来可能打开的一切的关系，然后这个才会让你的生活状况是变得快乐而且满足的，而不单单只是我未来退休会住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件事。所以我觉得那2个灵感卡，虽然当时好像因为离我们主题有远，所以我们没有深入去了解，可是我发现，那个它回应到了我要怎么样未来不后悔，它解答了这件事情，我的感慨还蛮深的。我们有一点快速，就是有讲到家人嘛。其实如果有时间，我应该是会继续问了。我觉得蜕变游戏就是有的时候会像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目前眼前看到的问题，我们一般用我们逻辑思考或者是线性思考去解析它，我们一定也可以找到解决方案。例如说找工作，那我们可能可以怎么样安排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可能透过游戏中不同的环节，可能是真的是卡片上面的字，那有的时候可能是游戏背后发生的一些现象。就可以看到说，更深一层，可能在这个表象的背后，真正要去思考的，或者是我真正的课题是什么？那米露呢？你之前玩过蜕变游戏吗？对不对？我之前玩过，但今天觉得获得一个非常完整，然后很向下挖掘的体验，再加上今天的整个体验，我觉得这本身幕前幕后对啊，加起来，所有东西。它就是一种感受爱的状态啊，不是感受混乱吗？都有。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我再年轻个10岁，或者抗压性很低，我就崩溃了啊，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 handle 所有的事情啊。然后我很信任不管你们，然后还有所有很专业的团队们，然后大家愿意处理，就是一起处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那就是一种信任跟爱的本身。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收获的蛮多的。当然，它跟原本我想的议题是不太一样的。那你现在会觉得其实也无所谓啊，它就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让我有更多的体会跟想法跟成长，这是我今天获得。就是一个浮出来的一个现象，就是可能会想要去满足所有人，然后可能会让你很疲倦、很焦虑的这个现象。然后后来完成的卡片可能没有讨论到了，但也有怎么样，就是讲来讲去是别人的需求还是我的需求？对，给予获得。对对对对，因为原本只是想要企划玩一个桌游，然后聊一聊玩桌游的感受，结果好像变成了一个社会实验片。好啊，那就到你喽。我此刻其实蛮感动的。对，原本我们的计划是拍完了以后就应该在吃晚餐的地方就谢谢大家，今天很顺利耶。对，那本来应该是一个庆功的场合，然后我找了一间接下来超级好吃的餐厅。对，然后我又知道，因为我算是然后导演嘛，如果我现在很笃定的说我们就要这样，那大家就是往那边去了。
对，但是因为今天在牌桌上的一个启发就是先冷处理一下，脑中就有就是千百个解决方案，包含今天不要拍了，我们用Google Meet 线上决定好了，还是我们用什么来结束好了？为什么大家都还愿意在这边吃饭，然后还笑脸嘻嘻的呢？哦，难道他们愿意再跟我们去下一场吗？那我给他们的班费要增加咯。然后我就所有的就啪，然后就在脑中，然后就说来吃豆腐。我说哦好，然后就就说，所以难道我们真的要就是改拍吗？还是今天拍？然后俊老师就有一句话，不行，改天拍的话大家就会忘记。然后你就说吃完就转点咯，然后大家就开始瞧时间，然后我们就来到这，然后我想说，所以也不用我发号施令是吗？我只是提出一个疑问，然后解决方法就就跑出来了。然后我想说，哇，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玄妙。没有，我其实心里面想的是，镜头后面的这接近10个人，其实原本应该7点吃完饭大家就回家，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快10点了还在这边。然后我就有一种那个航海王那种，因为我们是伙伴，原来我有这些伙伴，他们愿意留下来，他们也没有在我面前屌我，这样没关系。这样，你今天不是在盘点你有什么资源的时候，你有说你有一群很善良的伙伴。对啊，就是这些很善良，而且大家凝聚力是，但大家都是因为是你，他们才愿意不要逼迫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所以现在应该要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说几句话吧。好，那我就先谢谢摄影组的4位摄影组的朋友。祥云是我们这一次的摄影的主要的负责人。祥云，我想谢谢你，我很欣赏你今天其实很勇敢，因为你之前跟我说，以前你都是当我的助理比较多，然后你现在第一次要来当摄影指导，而且是负责就是统筹调度这么多机，其实你会很紧张。但是当我邀约你的时候，然后你就笑着跟我说：“哎呀，总是要跨越啊！”然后你就出现了。然后今天很多的变化，就是包含我今天也是坐着你的车移动，然后你都在旁边陪伴我，我就觉得得到很多你的支持跟很多你的力量，谢谢。那另外3位伙伴就是祥云找来的伙伴，我也是有的是今天才知道你们的名字，有的到现在还不知道名字，对。然后也谢谢大家，即使我们临时出了状况，然后吃完晚餐还要加班 OT overtime， 大家也都愿意来，而且现在还是很祥和的脸色，我觉得很感人，很幸运今天能够遇到你们，谢谢。接下来就谢谢我们的收音组的收音师先，我们的艺兴老师。艺兴老师是我这几年以来一直工作的好战友，然后跟着我上山下海，拍儿童节目，拍登山家，然后再拍到身心灵，然后还带着他上我的 podcast 节目，就是进到了很多不同领域。然后我也借由他的人生的变化，我比如说他从来都不想生小孩，可当了妈妈以后却成为那个最有爱的妈妈。然后我觉得有好多的学习我从他身上得到。然后今天我也是一问他时间 OK， 二话不说马上就来。谢谢一心，我很感谢人生有认识你这个朋友。我们的蹦桑，那个悠悠都很认真的在听我们在做什么，然后他很投入我们的对话哦。举那个蹦的时候，他都有表情哦。灯光摄影有时候都已经呈现一种放空了，可是他就是真的是最直接的听众。对，然后我觉得你真的很可爱，也很高兴认识你，希望以后还可以常常看到你。谢谢你。就是我们频道其实最主要工作人员就是我跟凤凰，然后还有栗子，然后他一直以来都是在幕后，然后也像是我们的后期导演一样，把关我们所有拍进去的素材最后面要怎么样的呈现，然后他都把他的灵魂灌注在画面里面。有很多我们也许言不及义的东西，但是被他一剪出来以后，就成为了非常美丽的画面。然后我一直都觉得他超级有才华，我希望我们会长长久久的一起走下去，我很高兴有你这个伙伴。好，最后要谢谢2位你的救兵。今天要不是有2位救兵，然后来协调场地，一起扛的话，提着瓦斯炉来，然后给那个 chef 去小房间煮饭，然后接着又陪我们去吃饭，然后刚刚又去买了各种有酒精跟无酒精的饮料来给我们，然后还弄出了这个场地。真的，对，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完成今天的拍摄。很感谢去年能够在那样的一个你们办的活动上面认识你们，然后成为了伙伴，一起做大的活动，还有今天这样的拍摄。谢谢你。好，完成了一个回合。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但我就觉得感动，是因为我一个人一定做不到，可是有这么多人，所以我的
心中就长出了这一些力量，所以我要记得，我有困难的时候，我是有伙伴，我是可以看向我身边的朋友、我的资源，然后我所拥有的，不用一直去想着我一个人要怎么办。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在这游戏里面的时候，你会更多去思考说，他怎么样在我的生活里面去运作。我觉得他会很落地的开始把他这些东西会跟你的生活连接在一起，然后再加上就是如果有教练带领的话，我觉得那个切进去的那个速度，很快，而且不管是调频还是老师一直在希望我们从肉等的主题里面一直浓缩、一直浓缩、一直浓缩的时候，你都会不断在中间一直往更深的自己去看见，所以很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玩玩看蜕变游戏，不论是你想要买家用版自己在家里先玩玩看，还是你想要一次就让俊老师可以带领你的话呢，相关的资讯都在我们资讯栏里面，然后大家都可以点进去，然后报名。然后我记得俊老师说你培训了很多嘛，100多个。对，但是呢，只有在我们的连结里面呢，一定都是他带领的。如果你看到满了，你可以过几天再进去刷一次，他会一直更新他可以的时间。老师，你会一直增加跟开放的时段吗？可以，喝了，谢谢俊老师，谢谢俊老师这么疼爱我们频道，就是要学你们，要满足大家的需求。不是，老师，我们每一个别人需求就是你的需求。我们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也谢谢俊老师陪我们到现在，然后给予我们这么多的洞见，也谢谢你看到现在，谢谢蜕变之神为我们今天写下的剧本。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